Hello，大家好，欢迎光临《女孩如此》播客栏目，我是虾虾。《女孩如此》是一档聚焦女性心理和自我成长的播客，请各位坐稳扶好，我们准备出发喽。上一期呢，我们聊了听友投稿的深刻的心事，没想到这一期的反响会这么的好，在此特别感谢每一期的听众朋友，以及在我们评论下面分享自己感受和经历的听友朋友们，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决定来聊一期比较轻松又比较治愈的一期关于自我关怀实验的内容。今天呢，我请来了我大学时候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小海，请小海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大家好，我是小海，目前是一个广漂3年的猫奴啊。今年你的家庭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对吧？是的，就是我现在有一个1岁的好大儿啊，他的名字叫利奥，是一只美短虎斑猫，然后它的名字就是利奥，也是因此而来。因为虎斑你知道它长得很像那种虎皮卷，然后就很像奥利奥，就夹心对黑白色，所以然后我又觉得奥利奥这个名字有点太大众化了，所以就叫利奥，而且还有英文名嘛，你英文名可以叫 Leo， 对，听起来很像小狮子，然后又是因为虎斑又是很小老虎的感觉就很贴切，所以就叫了 Leo 这个名字。小海，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狗狗的人呢，但为什么会最终决定养一只猫猫呢？其实我大学的时候那段时间也有养一只狗狗吧，因为之前相当于其实很多朋友都是狗狗派。从我小到大，高中啊、小学啊，很多朋友都喜欢狗狗。然后小时候我觉得也是小区里见到的遛狗的人会比较多吧，你很少见到小区里会遛猫。加上可能我小时候会觉得小狗更亲近人类啊，它能够做出的指令更多、更聪明。然后猫就会给我一种很高冷的印象，因为小区里的流浪猫它就是那种不近人情，然后就是比较特立独行吧。对，又很怕人，因为流浪猫嘛，你知道它们又很怕人伤害啊，然后就感觉看到你就跑走了，所以我小时候可能对猫猫的印象没有那么的亲近，然后我本身又是一个很希望就是跟别人贴贴啊，或者是跟动物贴贴的人，就觉得猫猫可能对于我而言有点太遥远。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家里有父母朋友捡回来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就寄放在我们家里，然后我父母就是会给我拍照，然后说，哎，我们家来了一只小狗，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喜欢小狗，然后我还说。因为当时在大学，然后是异地嘛，不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就很想着说寒暑假的时候回去看小狗，就是每天都感觉那个时候跟父母可能视频的频率都会变多了，因为你知道就是为了看小狗就会问一下，哎，吃饭了没？小狗吃饭了没？就这样问一问。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你也会，比如说假期，你也会担心，回去的时候大概是冬天寒假，然后就很冷，然后因为那个小狗好像当时捡回来的时候只有3个月，因为也很小，虽然给它穿了那种小衣服，但是还是会担心它生病。包括当时就是回去的时候，我还训练了那只小狗，就是会教它握手。它真的会，我觉得小狗就很聪明。后面就是，反正我觉得小狗应该从大数据上来说，小狗学习指令会更快了。因为虽然对，比如说中间插一段是，我也教过利奥，比如说坐下、握手简单的指令，但利奥就是只会坐下。它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感觉小猫还是得从小每一天在教，其实小狗就是它学的又很快，然后小猫就是它有时候不想理你就不干了，就这样子。那只狗狗后面就是我去上学了嘛，因为寒假结束了就上学了，然后就是后来有一次问父母的时候，就问他说，哎，现在狗狗最近怎么样啊？然后我爸妈的回答就是说，狗狗有一次就是放它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找不回来了，然后走丢了。对，就走丢了。因为我们那是老小区嘛，可能人员也比较杂那种，就是感觉你也不知道狗狗最近到底去了哪，它到底会去哪里了？是，然后也就是再也没看过。而且我甚至后来也回家，也就是到处都找了，就也没找到。反正就是当时就会觉得有点伤心吧，毕竟是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当于朋友了，或者家人，你就突然消失了，当时是有一段时间会比较伤心。那后面你为什么决定要养一只猫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我广漂了3年嘛，就相当于是我刚毕业做了一段工作，在家里做了一段工作，然后觉得不太适合我，我就想跟父母说，我说要来广州拼搏，然后就闯一闯。对，然后就过来，然后过来以后呢，就跟我的朋友
其实也算是高中同学，然后一起合租。然后他呢，当时代养了他的朋友的一只小猫，因为他的朋友当时怀孕了，就是家里人就觉得说，哎，你暂时先不要养猫了。然后呢，我的朋友就接过来代养。那只小猫就是一只4岁的金渐层。你知道，小猫有时候特别年纪大了，它其实不是很粘人，或者是说没那么亲人了。就是对于陌生人来说，但是其实我们接回来的时候，他刚开始前几天也是就会比较怕你，然后就躲在沙发底下，因为我们当时两个就是养猫新手，完全没接触过猫，就当时会想着说，哎，他为什么？我说他会不会饿啊？会不会比如说因为他在沙发底下，我说会不会应激？就是你知道猫应激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就总担心这个问题。对，然后后来就是相处了大概慢慢的相处了1个月左右，然后就会觉得它渐渐的会开始靠近你，然后它是一只很乖的小猫，其实也很听话，它不是就是因为它是一只母猫，就是女孩子，一个很成熟的女孩子，所以它就会很乖乖的去吃饭啊，去睡觉啊，去上厕所，其实吵到你的情况很少。好像 mini 我也见过，就是之前我们打视频的时候我见过它。对对，素的是一只好可爱，圆圆的，很肥的，是一圆嘟嘟的黄金小面包，一辆大卡车，黄金小面包啊，大面包了都。后来我们是因为工作的问题嘛，就跟朋友分开了，我就开始进行了一个人的独居生活。然后当时分开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跟那个mini相处了大概其实也有1年的时间。因为你会觉得说，除了我的朋友，然后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小生物在，小动物在，其实会更丰富你的生活。然后跟朋友分开以后，你就是会感觉突然一下子生活变得冷清了。可能我又是那种比较喜欢热闹的人，我就会觉得说，感觉到很孤独，老是很想养一只小猫。但是当时又会觉得说，因为我刚换工作，换新的住所，然后从经济上或者是说从环境上，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合吧。因为总会担心，因为你说这个工作又不是很稳定，然后从资金上来说，养猫可能对自己的压力又比较大，所以当时就是一边想养猫，一边又因为一些原因。犹豫，就是我领导啊、同事，就是很多人他们都养小猫，然后一直在给我看，哎，他们家的小猫多可爱，多可爱。然后我当时也是加了一个猫舍，想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虽然说领养代替购买，但是当时因为也没有什么机会去看领养的小猫，正规途径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所以就当时还是去加了猫舍，然后去看了小猫。然后当时猫舍的猫就很贵，基本上，感觉好一点品相的，或者是稍微小一点的，比如说我喜欢的那种短毛啊、起丝或者是美短，就稍微好看一点的，或者怎么样的，就大概要3-4千以上。我当时也觉得说，我感觉压力很大，因为虽然说很喜欢猫，但是对于这一笔金额对自己而言还是太高了，然后也还是犹豫。后来看到利奥的时候是。当时就随便刷朋友圈，就发到那个猫舍拍了一张利奥仰躺着，然后就是瞪着镜头那种照片，就只有那一张照片，我就会觉得说它好可爱，好喜欢，看起来就是很像缅因，因为当时那张照片拍的利奥显得大大的。后来就去问了猫舍，说这个价格怎么样，然后觉得说也挺合适的。我当时就感觉就是上头了，你见到那种你很喜欢的一见钟情的东西，你就想着说跟人家定下来了，就说我要这只猫猫。其实我甚至都没有去现场看过它的性格，就是在视频上跟猫舍聊天然后看到的，所以当时就定下来了。然后后来就是过完年后就去接猫了，我当时就很紧张，去到猫舍看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很调皮很活泼的小男孩，就一直在跑，还打人家猫舍的大猫，就是那种小霸王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当时还是打车回的家，然后打车特别搞笑，那个时候有一件事也搞笑也尴尬，那个司机接上猫以后，然后带了个猫包坐在后座，然后甚至把猫就是垫在我的腿上，因为我怕弄脏，司机就是也不敢放在脚下，因为觉得怕小猫会紧张或者干嘛，然后就一直放在怀里，司机就是会动不动回头看我，我就在想他是不是那种很介意就是带宠物的人，因为确实我当时我也确实也没有提前打电话跟人家说我要带宠物，接完他回家那个距离又比较远，所以在车上大概坐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当时利奥就是你知道吗，他在猫包里拉了一大坨就是拉了呀
你知道我当时非常尴尬，我也很难办。当时我还甚至在找我的包里有没有纸巾，或者是塑料袋儿，或者是干嘛的，我紧急处理一下。我发现我的包里什么也没有。我当时真的很对不起司机，真的就是我又很尴尬，很紧张，因为你知道猫屎又很臭，然后我又怕给人家司机弄到影响，然后就狂开后面那2排车窗，那个狂风吹，你知道，因为年后还是很冷的冬天，但是我说不行，我说一定不行，我就狂开风，然后在那吹，试图把味散掉一点，但是感觉还是能闻到，因为我离得近了。到了我住的地方以后，然后我就跟司机师傅道歉，然后跟他说谢谢，然后跟他说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说了一大套。后来走的时候，我回去看那个司机，你知道吗？司机从后尾箱拿出了一个水桶和一块抹布开始擦。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说真的很对不起人家。当时我也很后悔，我说为什么就没能提前问？因为当时可能接到猫拉着个行李箱就很紧张，就是感觉又很忙，手忙脚乱的，可能就忘记了这一回事儿。提醒大家以后带猫记得问一下，实在不行就自己如果有坐骑啊，就自己驮猫去，我感觉都会很好，至少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后来就是到了家就开始收拾猫嘛，它当时只有3个月不到吧，好像很小很小，就给它擦脚脚，然后它尾巴就是疯狂的拿湿巾给它擦，然后我又不敢给它洗澡，因为我怕它着凉，当时又是冬天，你说吹风筒，小猫有时候很怕吹风筒的声音，我就怕我一轰它跑了，那我更没办法了，对吧？然后说那就给它擦了，然后再擦干净差不多。但是我当时就是虽然擦干净了，但是当时会有一种心理阴影，我有点小小的洁癖，所以就是会不想让它上床或者进房间，你知道吗？所以可以理解。所以感觉当时有这一段导致我当时跟小猫都没有很亲近。那养了猫以后，你的生活的变化主要有哪一些呢？我觉得养猫了以后，你的生活就是丰富多彩起来，就是很忙碌。比如说你的生活节奏啊，比如说睡前啊、起床后啊，我都会给小猫添粮、换水，就每天都要干这些事儿。然后包括你的家务量，比如说每天铲屎、清理猫毛，然后或者半个月就要给它换一次猫砂，然后每天给它梳毛啊，大概你可能要占用你每天3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还要陪猫猫玩。我觉得小猫也是需要跟人玩耍的一个时间，所以还会需要陪它玩一会儿。情绪方面呢，我会觉得说减压效果十分显著。比如说你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抱住小猫一顿狂吸。就是说，哎呀，妈妈今天怎么样，工作好累呀，或者说我今天出门摔了一跤，好烦呐。然后，但是你抱着小猫，你就会觉得说你有了一个倾诉对象，就是被需要感，就是能缓解你下班的疲劳，或者是你一个人在家无聊寂寞的时候，你就能找到小猫，跟它聊天，跟它玩，跟它抱抱。猫猫可能没有这种分离焦虑，它可能觉得自己在家里玩可快乐了，但是我会担心。我每次都跟我的同事或者跟我朋友说，我说好想回家看猫啊，然后我的同事就会跟我吐槽，他说你才刚来上班，我说我不管，就是你多了一个要挂念的东西，就很担心。然后经济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你固定的开销，像猫粮、猫砂、驱虫、疫苗，基本上每一年都是需要的。像一些隐形消费，比如说猫玩具、猫爬架，然后猫如果生病了，比如说像之前利奥吞食了一种毛线嘛，带它去拍了 X 光，好像拍了2次左右，大概一次300块，就是这都是一些隐形的消费。然后因为我是广漂，又是租房，就是不希望给房东造成困扰，那就一定会买那种厚一点的沙发布，哪怕小猫抓了，那它抓坏的也只是沙发布，至少对别人的家居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其实像前面你说的，就是你每次回家，或者是甚至你还没有回家，你刚去上班你就想回家看猫，就是因为其实你在吸猫的时候，你能得到一种非常治愈的这种心理状态吧。当然会觉得很幸福，会觉得说人生的幸福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同事家里面都是有3只以上的猫猫的，然后我就会发现，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像我们这样朝9晚5的都市打工人会越来越喜欢养猫了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涉及到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精神需求上面的匹配吧。就像前面小海说的，没有猫的时候，他下完班回到家
特别是他刚搬出去自己独居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应以及空虚感。但相较于狗狗来说呢，猫并不需要那么高频的去户外的互动，也就是说消耗它的精力以及训练。像狗狗的话，我们像前面小海说的，要训练它，甚至有一些狗狗，比如说比格，精力比较旺盛的话，它一天至少要遛2到3次。然后猫猫的话呢，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平时上班已经被工作榨干了，一滴都不剩了，回到家你是希望有一个小生物在家里等你，但它又不是需要你去付太多的精力去陪它。它反而是可以照顾你的这种角色，我觉得猫猫很大程度上是扮演了打工人生活中的这种陪伴者的角色。是这样的，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了我们现代这种，特别是 Z 世代，我们对于人际关系的重新定义吧。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的包括舆论也好，大家都比较倾向于去保留自己的边界跟自己的舒适感，而非去通过一些非常传统的方式去让渡自己的边界。像我们以前我们家长那一辈的话，他们就哪怕是工作了一周非常累了，也要为了去熟络朋友啊，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啊，忙一大通，然后结果自己也是累得半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去做这样的事了，那累了我就要在家睡觉。你在家里你就可以陪猫玩，然后猫也不需要你陪很久，其实像你前面说的料，你抱它一下它就要跑去自己玩了。基本上我感觉陪猫玩半小时到1个小时它也够了，就是这已经是很高精力的了。比如说你像在外面租房，特别是因为养小狗呢，小狗会叫，然后你对于邻居的打扰可能就会比较大。那对于猫猫来说呢，小猫的叫声至少没有那么大，然后它对于家里，比如说它就算是把什么东西小的东西打掉了，它也就是小小的响声，它不会像是横冲直撞，至少带来的噪音没有那么大。那你对于楼上楼下或者说隔壁的邻居的打扰就不那么多。然后比如说你像猫猫，它对于你租房的空间的要求比狗狗要好一些。你想就是狗它活动的空间要比较大，因为其实我觉得家里那点空间根本就不够狗狗活动的，基本上你都是要到外面玩一玩溜一溜。那小猫的话就是一个小家，它也可以上蹿下跳它也跑得够。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可能猫猫会比狗狗又更适合一些打工人。对，其实猫咪在现在很大程度上它受到欢迎的原因，在文化跟心理上我们可以解释为我们在猫的活动中它展现的一些特质是我们非常欣赏的。比如说它很独立，它很慵懒，然后有时候又很拽，就是很能展现自己的个性。其实恰恰就能展现我们内心渴望但是难以完全施展的部分。就像我个人的话，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然后喜欢大家都好，就是一个讨好型的人格。我会希望在猫身上可以学到更多主张自己的不喜欢，保留自己的边界，在体察他人情绪的同时可以直接抒发自己的想法和不快。当然这一点是我还在学习的。而且像猫的独立，前面节目也说到，因为在此之前，在我毕业之后，我的工作跟生活一直是相较于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在情感来源上，我还是非常的依附于伴侣、追星或者是朋友社交上给予我的情感。所以说我会希望自己能够像猫咪一样，越来越培养自己能够独立取悦自己的能力，表达自己的能力。小海，你有相应的感受吗？有，因为就像夏夏说的，想把自己的爱投射到朋友也好，伴侣也好，或者是idol身上也好，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样一种想法有时候会很让人忽略掉了给自己的爱。因为最近我们不是在常说爱你老几明天见，就是强调要爱自己。其实就是你在跟朋友跟家人，在跟伴侣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不仅要照顾到他人的情绪，也要首先得先正视自己的情绪。
你比如说你在你很不开心的时候，你还要去照顾别人，想他们是不是也不开心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就对自己来说真的是太累了。我之前跟朋友相处也是，因为之前我也是那种会很容易生闷气的人，跟我朋友旅游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件小事，然后就发了很大的脾气。但我的朋友们当时又是那种，也不能说钝感力很强，他们会觉得说完全不知道我生气了，就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个小事儿，然后也没有感觉到我生气的情绪，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人默默生闷气，只会气到自己，然后又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就是希望让别人看出来我在生气，然后你们来问我怎么了，我是这种性格。但是现在就是会渐渐的改掉这种，就是我也会表现生气在脸上，然后我也会让对方看到我在生气，但是一般这种时候就是会彼此冷静一些，然后冷静以后就会直接跟朋友啊，或者是说跟家人、跟伴侣来说我刚刚因为什么事情生气了，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或者那句话给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会让我想东想西，或者想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那我现在想，比如说你没有这个意思，那我现在知道了你没有这个意思。那我们希望以后能不能改掉一些，比如说我们之间沟通的方式也好，或者说表达的习惯也好，能够让我们减少误会的产生。那我们怎么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比如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论对错，那我们去想怎么解决才是最好的。就是现在生闷气的时间持续的很短很短，你给自己的内耗也就非常少。插播一点啊，我们女生真的要少生闷气，很容易长结节的。从健康上来说也很不好，生闷气这件事情。对，因为你生闷气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理状态会反射到你的身体。当你很愤怒、很伤心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发抖，你会或者你身体会开始发冷，你的心率会加快，这都是对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对，大家有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像小海说的这样，我们诚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并且跟对方去沟通，我们以后应该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折中的点，就是互相都能理解对方，我们求同存异嘛。对对，而且我觉得真正爱你的朋友也好，就是反正真正爱你的人，他是能够理解到你的情绪，共情到你的情绪的，而不是说他也固执己见，就是不跟你解决矛盾。因为我觉得这就不是你真正的朋友，就不是适合你的人。我们前面讲了这些，我们从猫身上去看到的一些我们需要去完善，甚至说需要去向猫学习的这一些点。那么下面这一趴呢，我们就想提出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重点的观点啊，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像养猫一样去养自己。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学会像猫一样去给自己精准的去充电吧，无论是物理上的，就身体上的也好，心灵上的也好，我们要去适时的去让自己有一个能量回复的状态。这里的话呢，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学习猫猫的睡眠，虽然说它们睡眠的时候非常警觉吧，但是其实它们在一个熟悉的环境深度睡眠的时候是会完全放松下来的。甚至有些猫，我不知道Leo会不会啊，像我舅舅家的那一只大蓝猫，它睡觉就四仰八叉的直接这样躺，那个肚子直接会Leo时不睡的它也会。我们可以学习像猫一样有一段非常深度放松的时间，当然这个时间也不需要太长。我们量化来说吧，我们可以去给自己每天设计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让自己达到一个完全身心放松的状态。我们可以在午休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也好，午休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15分钟把手机关掉，就不碰手机，专注的去你闭眼放松也好，当然啦，你能睡着是最好。然后呢，睡不着的话，你闭眼放松，你专注自己的呼吸，去做一下15分钟的冥想或者正念。然后如果晚上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把这种外界的社交噪音，把手机给暂时关闭15分钟或者20分钟，去做一些可以让你专注的事情，比如说打扫卫生，像前面小海说的，给猫换猫砂，或者是清理一系列的事情，也可以，就是让自己的脑袋处于一种意识流空白的状态。我觉得让这个自己的注意力跟
运转不断的思维短暂的停下来，反而是有一种休息的作用的。现在的人很大程度上有很多问题，就是脑子一直停不下来，一直逼自己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做，反而就是精神非常的衰弱。就像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工作请假会有负罪感，比如说周末别人都去远足，都去探店拍照，都去什么有朋友圈发，我却在家里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干，那我这个周末不是白过了吗？其实没有诶，我觉得如果说你在家里面能让你的身心放松下来，是平静的，就是你的睡眠是充足的，你的精神是平静的，我觉得就没有白休息。其实这也是一种给心理充电的过程吧，让自己在脱离压力源的前提下，让自己的这个脑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去让它恢复一定的活跃。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大脑一直不停的运转的话，到后面的话你的这个思考能力会下降。就像我的话，如果说我现在不是做剪辑嘛，剪片嘛，如果说我一天现在是剪8个视频是刚好，如果说让我剪10到12个我也能剪，但是可能到后面的这个质量我就不能够保证了，因为你剪到后面你的脑子会停止思考，然后进行一个流水化作业。其实我觉得这对进行创意类工作的人们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像猫咪一样，找一个短暂的时间去屏蔽一些社交的噪音也好，给自己的大脑精准充电一下。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每一天找15到30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个锻炼，就是做一段简单的运动也好，比如说你散步啊，或者是说小小的跑步啊，或者做瑜伽，或者拉伸，甚至拉伸都不需要器械来放松自己。因为我觉得运动对于人来说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你今天因为运动会让你产生疲劳感，然后可能你今天睡觉会睡得更香，然后包括像猫猫，因为猫猫它会自己去玩具嘛，它就不需要你人来辅助或者干嘛，它就自己可以跟球就玩，到处跑来跑去或者干嘛的。就是我们也可以找一个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感的项目，不管是比如说你觉得看书好，或者听音乐好，或者你觉得运动好，你觉得散步好，或者哪怕你觉得打扫，你觉得做饭，你觉得怎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你产生心理的愉悦，我觉得这也像是猫猫一样的在精准充电，对于你今天的一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我们去给自己设置一个个人的边界，也就是说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像前面小海说的，他的 Leo 抱一会儿，他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不需要被人抱了，他要去玩了以后，他会毫不犹豫的就跳走自己去玩。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社交生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因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明确的说 no， 就不要让自己忍。就像前面小海说的，他以前很喜欢生闷气嘛，可能你不高兴的点是什么，别人也不知道，你就自己在那闷气，然后你发现别人没有发现，你就更生气。对呀，对呀，那其实就是伤敌0，然后自损1000的这种是这样的这种处理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可以像猫一样，对于我们的某一些事情去建立一个底线，就我不喜欢的时候，我要明确的说 no。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对于某些事情去树立一个个人的边界，包括工作也好。如果是说周末大家双休的话啊，比如说你正在出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突然一 call 工作电话打过来，没有什么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周末处理的事情的话，其实可以跟他说，你说哦，我现在在跟朋友在吃饭，大概多少个小时，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帮你跟，但这个前提是说这件事情不是非常10万火急的。就比如说是一个你缓一缓还可以再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去这样去表述，以保留你跟朋友吃饭的这一段比较愉悦的社交体验，就不要让别的事情去打断嘛。然后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可以把它叫做自我分化的能力吧。对于这个边界的划分，并不是一个冷漠的态度，而是一个可以清晰的区分自己的情绪与他人的情绪，自己的想法跟他人的期望把它分开来，也是让自己更理性的想清楚每一层。
也是一个成熟的体现吧。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也还是说要明确的说出来自己在想什么。你要首先照顾到自己的情绪，你才能更好的照顾其他人的情绪。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希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才能知道别人他是怎么想的。比如说像我现在跟我的伴侣在同居，就是我们也会有一起相处的时间，但我们也会有独自相处的时间。比如说在独自相处的时候，会明确的跟对方说我现在需要去工作，或者我现在要去忙一段自己的时间，那你暂时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你可以暂时不要来打扰我好吗？就是会很明确的跟对方说，那我现在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人虽然是群居动物，但是总还是要有一个能够自我消化，对跟自己独处的空间，就是不要让觉得说，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了，那我们所有的生活就是要混杂起来，全部要搅和在一起。对，或者比如说我们住在一起了，那我们一定要一起去吃东西，或者也好，比如说那我今天不想吃饭，那你想去吃，那你就去吃好了，就是建立边界感，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留一些空间给自己给他人，这都是我觉得对于人和人相处之间都更好。然后除了这种伴侣方面的关系，包括我们如何去处理生活中的朋友跟同事的关系，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建立一些结界。比如说你在工作中有比较亲密聊得比较来的同事，但你们的关系又没有好到可以变成知心朋友的程度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去开放一些边界，不要把自己全权的托付出去，因为你会不知道你分享的这些事情在他来看是否必要，以及这个人会不会利用你的一些善意去做一些伤害你的行为，我们需要对这一方面保持一些警惕。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学习像猫一样专注当下。这个点的话，我在第1期的时候分享的一本书叫做《当下的力量》，这本书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的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猫猫对于专注当下这件事情简直就是无师自通。你会发现猫咪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发自于专注，因为它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内耗嘛，它就专注全神贯注的去观察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像猫一样去进行一个正念练习吧，比如说每天花5分钟，你陪猫玩也好，或者是说看鸟也好，种绿植也好，或者是观察一些身边的一些事物也好，你就全神贯注的让自己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专注的时间，不要对你观察到这些东西进行脑内的一些批判，你就感受它是如何的就可以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能够调整我们前额叶的这个情绪中心的，去降低一些焦虑心理跟反刍思维。什么是反刍思维呢？就是不停的在想一件事吗？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啊？上一期节目我们的听友来稿给我们分享的就是他会经常的去复盘他跟某个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就是他这个思考并不是一过性的，他会时不时就拿出来重新的去思考，重新的去焦虑。我觉得这就叫反刍。那我会建议大家像猫一样去进行一个正面的专注的去关注，不管是什么事物也好，你去关注它，你会感觉到可以提升你对当下的这个幸福的感知力吧。我觉得短时间的发呆就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清空，像是把所有思想一键删除，就是放进回收站里，当时大脑就是空空白白的。因为这就是你的大脑过劳了以后，我感觉会产生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它就会自动把你的缓存全部清空，你就什么也不要想。然后第4点的话呢，就是像猫猫一样去悦纳自我。因为我们会发现猫它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需求，就是像前面我说的特别羡慕的一个点，就是它很拽嘛，它不掩饰自己的需求，它饿了它要吃饭，困了它要睡觉，要玩的时候它就会自己玩，或者是找你玩。对。但是人很多程度上你会碍于很多的其他因素，比如说面子上，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也好，比如说你很饿了，但是你现在还在上班，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必须得下班了再去做。但我这里不是建议大家上班的时候肚子饿了直接旷工去吃啊，就是我们可以去让自己有一个需求翻译的练习吧。比如说当我们感觉到
比较烦躁或者比较低落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里问自己的那个老几，你现在需要什么？其实你自己心里是会有答案的。对，比如说你饿了，那么你的老几一定会回答你是我要吃饭，然后你就可以跟自己的老几继续沟通，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是你的老几说我们在家里好久了，我想要出去走一走，散一散。其实你自己就会有答案。有些事情不需要去压抑，去掩饰自己的需求。当你有这个可执行的条件的时候，我建议你对自己的老几好一点，你去满足他。你有这方面的感受吗？我可能还好，但是我的同事会有，我可以分享他的故事。他是那种今天比如说工作很繁忙，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让他很不开心了，他会说今天好烦啊，来一杯一点点吧，不是给一点点打广告啊，也可以承接其他奶茶味啊，就说来一杯奶茶，就是满足一下自己。因为我感觉比如说一顿好吃的，或者是说反正奶茶也好，吃的也好，能够让你自己感觉到幸福，或者说能够让你自己觉得说，哎，只要我吃了它，我今天的烦闷，我今天的烦躁，我可以原谅，那我觉得就很好啊，就是相当于就是爱自己，你在满足了你自己的要求，你也解决了你自己的情绪，而且短短的一餐，其实并不是像比如说哪怕现在大家有减脂或者健康的要求，其实如果只是偶尔的一餐，为了心情，为了放松自己的心情去进行一个放纵餐，我觉得这个是不影响的。对，你只要不要每天都放纵，每天都特别爱自己就好了。然后呢，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归纳一下小猫咪教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哲学吧。第一点呢，就是存在大于表演。因为猫咪它们的智力水平也好，思维水平也好，没有人类那么的高维跟复杂，在它们的世界里面，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它不需要通过会握手、会打滚来证明它自己被爱，它们觉得我存在就是存在，而不是因为我要做到什么事情，所以我才存在。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不说人吧，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但是从我来说吧，我以前就非常的陷入这种一定要不停的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就像自己把自己当做一个商品一样。我这件事情做这么好了，或者是我外形条件这么好了，或者是我多才多艺了，我还不值得被爱吗？这其实就是还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可被挑选的位置上吧。包括我前面第2期说的，我非常执着于向领导证明自己很厉害。小海有这样的感受吗？我觉得夏夏说的很对，因为就是没有必要去纠结于你自己做的够不够好，能不能被别人看见。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努力，有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就是别人对于你的看法，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很厉害啊，比如说像夏夏一天剪8个视频，那这个8个视频的质量都很好。那对于我自己而言，那我就是很厉害的，我不需要别人来评价那我厉不厉害或者是怎么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只要我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好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你自己而言，比如说你给自己设立一个很高的目标，那么你就要去想这个目标对于我而言是不是太为难自己了。比如说我现在作为运营，一天沟通10到20个 KOL， 然后我一去看，我说不行，我一天要沟通100到200个 KOL， 你觉得这是可能的吗？因为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其实还是要根据你个人的感受去而言吧。虽然要进步，但也不要大步向前迈，我觉得就是要脚踏实地。然后第2点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给自己清晰的边界，保持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可持续的、比较舒适的人际关系交流的距离。像前面小海说的，他跟他的伴侣同居以后，他们也会保留自己的个人空间，也会对个人的这种饮食爱好习惯也好，日常其他娱乐爱好习惯也好，会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也就是说，找到彼此之间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然后第3点呢，就是我们在小猫咪身上学习的，就是有些事情其实你柔软的处理更胜于刚强的去处理。像猫的身体，大家都可以形容就是猫是液体做的，它可以适应各种空间。
然后我会建议大家，我们在心态上面也放柔软一点，该努力的时候可以爆发，但是该休息的时候就彻底松弛。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就是你去接受各种状态、各种空间、各种阶段的自己，就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吧。培养一个让自己的心里有柔韧感，我可以柔可以刚的一个状态吧。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养猫的话，不仅从陪伴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从自我观察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去通过理解猫的需求，比如说它的舒适感、它的边界、它的玩耍，去理解它的需求，同时呢，反过来更懂得去尊重，如何去呵护自己内心的那个可能会被忽略的这个内在小孩。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找我们玩，说出你的看法和故事。